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来到田尾的珍奇兰园哈。你看它现在被笼子关起来了哈。以前它站的是站台哦，这站台对鸟它的那个移动来非常不便哈，因为它就是被绑在那边嘛哈。那其实笼我比较喜欢哦，这站笼是比较喜欢的，可是笼比较占空间啦，而且清理比较没有那么好清理哈。不过它现在就乖乖在笼子里头啦，所以下一次你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在笼子里面哈。好，我们来看有什么兰花，龟甲石斛或者是钱币石斛都可以啦哈。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开完花的季节了吧？你看它大部分的花都已经快开完了哈，剩这个，你看这个是小小的龟甲哈，很可爱哈，或者叫钱币石斛都可以，反正就是小小的哈。那钱币石斛呢，就是很迷你的品种哈，那看起来就是很小，非常非常的小哈。那要种到比较大的话，要花很多时间哈，因为它走的时间比较慢一些哈。那你看这个其实它的那个球茎饱满的时候非常的可爱哈，就肥肥的时候非常的可爱哈。那如果你冬天减少浇水的话，它就会变成有点那个波波的感觉哈，像是这个你看它这个也是肥，你看它的结晶这比较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饱满哈，这跟浇水有关系哈。那像这个浇水新芽如果浇的够的话，你看它的结晶就是膨大的，非常可爱哈，肥肥的、短短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看的哈。所以呢，那个结晶呢，还是要看你的浇水的比例。像这个就是冬天比较缺水一点，那个结晶就比较波波哈，所以就跟那个你的浇水频率有关系哈。那到了夏天，其实你水分一回来的时候，它的新芽就会膨大回来，这个也是这种石斛兰有趣的地方，有点像是黄金石斛也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有看过黄金石斛的时候，冬天你减少浇水，它也会产生那个有点皱褶的感觉哈。好，我们来看其他兰花，这个我们称为圣药兰哈。圣药兰是原生种的兰花之一哈。这个有一种称呼叫小美女圣药。那小美女圣药呢是红色的哈，那有些你看这一批哦，应该是10生苗哈，你可以看它这个名字叫小美女圣药哈。圣药兰其实分成非常多种，有大的、很高的啊，那红色型的，那也有那种什么越南圣药是黄色型的哈。那这种小美女圣药大部分是这种颜色。那你看小美女圣药有这几个应该是10生苗的原因，主要就是它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斑点哈，非常的有趣。你看这个其实是它的偏橘色哈，每一颗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哈，这也是10生苗的特色啦哈。那很小的个体，不是很大的个体就可以开花哈，开花期还蛮长的。以前有人会用那种圣药兰来当插花的材料哈，不过是用大型的哈，小型的比较少见拿来当插花哈。那这种小美女圣药其实就是需要光线呐哈，甚至有些人把那个圣药兰大型的哈丢在外面直接晒太阳都没有事情哦。所以它是耐日照的，所以它也需要日照。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原生兰，红色的哈。那基本上呢，就是选你喜欢的个体了，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斑点哈。那花型大小都差不多哈，主要就是看它里头的小小的变异性哈。那喜欢那种干湿分明的环境哈。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有什么呢？这个叫白拉索哈。白拉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叶夫人那一系列，对不对哈？这白拉索有好几种哈。那这个是 FL 什么什么那一个最常见的那一种白拉索哈。那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而且如果你种大的话很漂亮哈。后面有一盘大的哈，很漂亮哈。那这里应该也是10生苗哦，看有蛮多很有趣的变化型哈，不只有这种花型的变化。你看这一颗的初开的花是偏红色的，一点点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红色，这是刚开的花哦，刚开的花哈，非常的有趣哈。每一颗不太一样。那这里呢有纯白的，有偏红的。你看那个花刚开是偏有一点点红，那但是它开一阵子以后红色会退掉哈。那这边呢还发现了一颗是比较偏黄色，你看这个颜色这里又一点点带有一点点的黄色哈，所以呢，这种10生苗就很有特色，会有不同的颜色哈。这种兰花我建议板植哈，盆植看不出它的特性。你看这个花的底色就是黄色的哈，因为
板子它可以向下垂哈。这种兰花我觉得向下垂很好看，因为它是下垂枝哈，所以下垂枝的时候你种在板子上或种在树上的时候，它是往下垂的就很漂亮哈。叶夫人就没有这么漂亮，因为叶夫人是短短的硬直的哈，所以它其实会有点像棒状的一样。那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很像刺猬一样。那这个会柔软的垂下来，其实还蛮好看。你看这个是黄色的哈，所以变异型非常的多哈，这也跟每一个个体有关系啦哈。那这个我们就称为你可以把它主要称为白拉索都可以哈。不过它是一个 FL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哈。好，我们看其他的兰花有什么？这个呢是铁皮石斛，好，铁皮石斛。铁皮石斛是大陆原生种、中国原生种的石斛兰之一哈，很多人把它当成药草或者是药材来看哈。不过这一批我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唇还蛮可爱的，所以它唇跟有些的铁皮石斛长不是这么的一样哈。但是铁皮石斛跟黄花石斛的最大差别就是它唇，一个唇是蛮尖的，一个我们台湾的那个黄花石斛的唇是比较没有那么尖，那铁皮通常会比较尖一些些哈。那铁皮有很多种的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特色啦哈，依照产区可能不一样，或者是个体不一样，有不同的特色哈。当然在中国的话，它把它拿成药材来吃哈，对，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它是有人把它当成药材哈。当然之前有讲过，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霍山石斛哈，霍山就短短小小的哈，那非常非常贵哈。那铁皮也有拿来吃哈，一样，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兰园有在种铁皮石斛哈，这个是它原本的药材之一。好，这个是文心哈，橘色的文心，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显眼哈。去年就看过一次，就觉得它好漂亮哦哈。那这一次看到这个奇特的颜色的文心哈，这个又跟橘色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哈？所以呢，文心是经过交配以后呢，有非常多的变异性哦，变异性。那你看那个橘色的，我觉得橘色的跟红色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橘色是那种亮橘色的颜色哈。我们很少看到橘色颜色的花哈，大部分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哈，橘色这个色系好像比较少见一些些哈。不过这一批的，我觉得这一批的文心兰是橘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哈，而且很显眼哈，很显眼。虽然现在这种原生种的比较偏原生种文心兰都开起来比较杂一些些了。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喽。这个是泼墨型的石斛兰哈。其实以前这种泼墨型的石斛兰很贵哈，像是D1啊之类的哈，那一类型的很贵。那这一个类型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类型的就没有这么的贵哈。这个是秋石斛兰的其中一种哈。秋石斛兰其实它的开花季节很长，通常花可以延续好几个月以上的时间哈。这也是这种石斛兰的特色哈，就是花期长，然后观看形态很长哈，所以呢，基本上它可以好几个月的花哈。如果你通常在秋冬的时候买这种花，然后有时候可以开到2-3个月以上哈，花非常的长寿哈。那这种泼墨呢，像这一型的泼墨，现在价位就比较便宜的，不像以前哈。D1系列还是很贵哈，价位还是比较高。不过这一系列的价位就降低很多。你看它花其实蛮大的，跟我手比起来是大很多哈，所以它没有那么小哈，但是还蛮好看的哈。其实就是一种秋石斛兰的系列哈，秋天的石斛兰。好，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兰花呢？这个是小蛇哈，小蛇豆兰呢，其实它是豆兰的品种之一。这是绿蛇哈，绿小蛇。小蛇分成2个系统，还有另外一种迷你型的。我手上有迷你型的，也有红色型的，这个是绿色型的哈。那小蛇呢是一种很好种的兰花，来自于非洲哈。那它呢像响尾蛇的尾巴一样，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叫它小蛇哈。蛇类的这种豆兰有分成小蛇、中蛇、大蛇，还有分成什么黑蛇，反正就依照它的形态去命名嘛哈。那其实这个呢，小蛇算是里头的小型的品种之一哈。有一种小蛇，还有一种特殊的品种，它非常非常的小哈。从这种小型的小蛇里头选出来的，非常密集，非常的小哈。那这种他们叫变异小蛇，就更小一些些。那其实小蛇种多的时候很好看哈，因为它的开花性很好，大部分就是在这时候开花哈，大概偏夏天的前期
这时候开花，而且其实如果你看它基本上一个豆就会来一个花哦，所以如果你种个100个豆，它就来100个花梗，是非常的壮观。以前很早期种在园子里头的时候，那个可以种到满满一盆，然后整个都开花哈，非常非常漂亮哈。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嘛哈。那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